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俄罗斯蜂蜜蛋糕。这款蛋糕由香甜的蜂蜜饼干和清爽的酸奶奶油堆叠而成，外侧酥脆的饼干碎与湿润绵密的蛋糕体形成口感上的对比，酸甜的口味中带着淡淡的蜂蜜香气，而且这款蛋糕的制作也不难，非常值得一试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的具体用量、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的文字版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参考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先来做蛋糕体用到的蜂蜜饼干。今天的材料可以做一个6寸圆形的蛋糕。需要的材料有：中筋面粉350克、细砂糖60克、无盐黄油80克、室温鸡蛋2个，每个大约55到60克，蜂蜜80克，香草精2克，小苏打3克。黄油用微波炉或隔水加热的方法融化，倒入一个大的搅拌盆内，加入全部的细砂糖、蜂蜜，搅拌均匀。看着觉得细砂糖和蜂蜜的用量很多，但其实蜂蜜本身的甜度并不高，最后做出来的饼干吃起来没有那么甜，而且奶油的部分也偏酸一些，所以就不要再减少糖的用量了。加入2个室温的鸡蛋，搅拌均匀。接着加入香草精和小苏打，同样搅拌均匀。中筋面粉分3次筛入液体中，前2次加入面粉后，都可以用打蛋器搅拌到没有面粉颗粒。最后1次加面粉后，用橡皮刮刀将搅拌盆中的混合物翻拌均匀，形成一个比较黏的面团。这个面团会很粘手，但是不粘橡皮刮刀，所以我推荐用橡皮刮刀来操作。制作材料中的鸡蛋大小决定了总的液体与面粉的比例，这个比例与面粉的吸水性又共同影响最终面团的质地。可以根据你使用的面粉的种类调整鸡蛋的用量，这里只要面团能像这样成团就好。把面团转移到一张保鲜膜上，稍微摊平，再盖上另一张保鲜膜，包紧后放入冰箱冷藏1小时。冷藏的过程让面团中的水分分布均匀，也让黄油适当凝固，方便等下的擀制操作。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，从冰箱中取出面团，根据你烤盘的大小来分割面团。我的烤盘大约是长40厘米，宽30厘米，可以切分出3个6寸圆形的蛋糕片，所以我将面团分割成2份，一共烤2盘。如果你的烤盘比较小的话，可以将面团分割成6份来制作，会更容易擀均匀。在操作1份面团的时候，剩余的面团用保鲜膜包好，继续放入冰箱冷藏。在面团下面垫上一张烘焙纸，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面团表面也可以撒一些干面粉，然后用擀面杖擀开。这个面团油脂含量很高，所以其实并不会太粘擀面杖。我把烘焙纸提前折了一下，用来标记我烤盘的大小。你也可以用跟自己烤盘大小匹配的硅胶垫，尽量擀的薄厚均匀一致，但也不需要特别均匀，差不多就可以。我也是照着3个6寸圆形的大小和形状在擀，并不是标准的长方形。如果你的烤盘小，把面团分成了6份来操作的话，就把每个面团擀成大约7到8寸左右的圆形大小，不要擀得正好6寸，否则每一层蛋糕会很厚，而且我们还需要多余的边角料来做表面装饰。擀开后用模具测量一下，足够3个6寸圆形的大小就可以了。用叉子在表面戳一些洞，能让饼干在烘烤的时候膨胀得更均匀一些。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，烘烤8到10分钟左右，直到饼干的表面有些上色。根据你烤箱的实际温度和你烤盘的大小来调整烘烤的时间。最后出炉的时候是表面略有上色，饼干还是松软，没有完全烤干的状态。出炉后
用模具切分出3个6寸圆形的蛋糕片。你也可以像这样切成更小的尺寸，做出迷你的小型蜂蜜蛋糕。另一份面团也同样操作。多出的边角料收集起来，一起放入烤箱，再烘烤5分钟左右。取出彻底放凉后，装入保鲜袋内，用擀面杖擀碎，最后会用来做蛋糕的表面装饰。这一步也可以用料理机来完成，擀得细碎一些，能更好地附着在蛋糕的表面。100克牛奶用微波炉加热20到30秒左右到温热的状态，加入60克蜂蜜，搅拌到蜂蜜完全溶解。这是等下用来浸润蛋糕片的蜂蜜牛奶，放凉后就可以使用了。最后是我们的酸奶奶油的部分，需要的材料有淡奶油280克、脱脂希腊酸奶400克、蜂蜜60克、细砂糖40克。淡奶油中加入全部的细砂糖和蜂蜜，用电动打蛋器中低速搅打到淡奶油出现纹路，但还有一定流动性的状态。加入全部的希腊酸奶，继续低速搅打到两者完全混合均匀。我们现在可以来组装蛋糕了。我为了方便挪动蛋糕，就用了个盘子当蛋糕底托。后来发现这个盘子边缘高出来一点，其实也不是特别方便后面做表面装饰和切分，用一个平的蛋糕托盘会更好。在上面涂抹薄薄一层奶油，用来固定蛋糕。取一片蛋糕片，在表面涂上蜂蜜牛奶，一定要多涂一些，这样蛋糕才会在冷藏后变得绵软好吃，否则你的蛋糕吃起来会比较干，而且这也是蛋糕淡淡蜂蜜味道的主要来源。蛋糕体和奶油中的蜂蜜是几乎吃不出来的。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牛奶不能及时渗透进蛋糕中，此时可以用刀在表面轻轻划出一些划痕，液体就会很快被蛋糕吸收了。因为烘烤后的饼干表面会结一层皮，阻碍液体的进入。均匀地涂抹上一层酸奶奶油，这里的用量也不需要过于精确，我用的大约是总奶油量的1/8左右，这样6层的蛋糕最后能余下一些给最外侧的抹面。然后以同样的方法做出剩下的层次。剩余的蛋糕片在组装之前，我都是提前将表面用刀划出划痕，组装的时候再做这个操作不太方便发力。最后把蛋糕的侧面也均匀涂抹一层奶油。这款蛋糕的抹面不需要做得非常完美，毕竟最后被饼干碎覆盖后就看不出来了。放入冰箱冷藏24小时，冷藏能让蛋糕片充分吸收奶油中的水分，也让水分分布更加均匀。最后蛋糕的质地会变得柔软，蛋糕体和奶油的结合也更紧密，味道上更加融合好吃。第二天我们来做蛋糕的表面装饰。取一张烘焙纸，在上面倒上先前准备好的饼干碎屑，然后一只手托着蛋糕，另一只手把碎屑涂抹在蛋糕的侧面。这样操作能比较方便快速地让侧面沾满碎屑。在冰箱放置1晚的蛋糕表面会略微失水，可以放心操作，不用担心会粘手，而且蛋糕结合紧密，适当侧过来也不会散开。最后顶部也均匀地撒上一层饼干碎，清理掉四周多余的碎屑，我们的装饰就做好了。经过长时间的静置，蜂蜜牛奶已经被蛋糕片完全吸收，味道香甜、湿润绵密，浓郁又顺滑的酸奶奶油很好地平衡了蛋糕体本身的甜味，搭配上最外侧略带酥脆口感的饼干碎屑，
层次丰富，非常好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